王一博3奢加身，将再赴巴黎。他将在3月6日出席路易大秀，3月8日亮相 Lacoste 大秀，3月9日登上 Chanel 大秀，以全球最高头衔打破时尚行业沿袭100年的竞业规则，成为全球范围内首例，也是历史上首位横跨3个互为竞争关系的顶级集团，并均持有最高代言 title 的巨星。相较于2025年的惊艳首秀，此次出征堪称全方位升维他在 Chanel 的身份，实现从品牌形象大使荣升为全球代言人，将身披品牌专属定制礼服，3套均为公开发布星际设计。乐意与 Chanel 秀款独享顶级全球宣发资源，从亚洲代表到全球符号的跨越，将在 Lacoste 秀场与奥斯卡影帝同框，与 Louis 秀场邂逅传奇超模吉塞尔邦辰。不仅是时尚资源的深度沉淀，更是国际视野对这位东方巨星的最高礼赞。2025年香奈儿大秀开场前4分钟明星花絮，王一博独占40秒，占明星总时长近 30%， 代言直接拉动品牌搜索量 300%， 加相关单品48小时内售罄。此前作为 Jimmy Choo 全球品牌代言人，他演绎2026春季新品首代大片工业风混搭休闲鞋，时尚驾驭力拉满1月初，携手 Louis 与尚美影推出新称大片改编小马过河，并亲自现身卷发大衣造型，被赞童话里的白马王子，线下地广引发排队热潮。身为香奈儿品牌大使，他9度亮相品牌大秀纽约手工坊大秀，一身2026春夏造型备受海外主流时尚媒体追捧，外媒更是把他焊在焦点人物榜单，闪光灯追着跑，版面抢着给，无与伦比的偏爱只能说明王一博对于高奢的商业价值远超预期。你们说呢？魏轩先售罄，王一博入一行改写一行。2026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，为官宣车队未确认参赛，提前1个半月开票，直接售罄，说好的非官宣不约，理智观望呢。最夸张的还有票价380-588，1685-5880元赛车票，堪比顶流演唱会的 VIP 内场价，你敢信？就这还一票难求呢。2025年之前，国内赛事门票还是送都送不出去，尽管车手在赛道上飙得热血沸腾，依然阻挡不了看台上冷冷清清，10年赛事无人知，一朝博来天下知。以前赛车是小众情怀，现在赛车是黄金市场，短短1年，王一博直接改写了整个行业的命运。事实打实的数据资本是最诚实的，从无人问津到门票秒空，从圈内自娱自乐到资本主动进场，赞助商排队送钱，国内外顶级车手慕名切磋，第5站甚至走向国际，连小米都来冠名，关注度资金产业链的复苏与升级，这就是顶流的含金量。看着赛车圈这泼天的富贵，当年王一博可是满怀热爱率先加入的。雅马哈他天赋惊人，首战便拿新人组冠军，热爱终究挡不住嫉妒，弯道内侧超车，明显的撞车却没得到公正判罚，让他彻底告别摩托。他转身投向 GT 赛车，如今他自带数十亿商业价值，带飞一整个圈子，让整个行业高攀不起当年推他出来的人。这波回旋镖扎得真准，这一切不是粉丝经济，不是泡沫，是现实版的飞驰人生。见过他在赛道上飞驰，就知道他有多认真，练车时长、训练强度、技术较真等都在证明他不是来体验明星人设。现在赛车圈提到王一博，谁不竖大拇指，承认他是赛车手，他带了热度与资金，是能力跑得快跑得稳，是专业选手长期投入与实力拼出来的。粉丝嘴上说好的非官宣不约，理智观望开售几秒空，是陪他追梦的参与感，是对他热爱的全力托举。可当王一博把一个冷门小众领域硬生生带到大众眼前，这就是王一博效应吧？你们说呢？有的人还在娱乐圈，却已经被大家悄悄怀念。王一博明明是海里的，真是硬爬到山上去了，我上天入地，再也找不到像他早期那样活得这么真的人了。有人说他拽，没红之前他比这更拽，火了以后收敛多了，以前才是正八经的魔丸，整个一反骨仔。那年他才17岁，背头一梳墨镜一戴，那可是人人都爱的小海王，不夸张。他是我见过走路最拽最有气势的，提胯迈大腿踢小腿，上半身很稳，被打得鼻青脸肿还吊着胳膊，依然那么拽，仍然那么帅。他走路都带天赋，只是走路都能把哥几个衬上保镖模样。早期的他向来直白坦荡，玩游戏时就算队友比自己年长，该据理力争也绝不退让。
和别人喜欢上同一件东西也不会不好意思，喜欢就大大方方争取，想要就认真守住。跳舞没有表情就很盖语，这是巴西演唱会上杨的嘴角。有了101舞台上要演张扬的孔雀开屏，练习室里的他更是尽兴又鲜活，每一根头发丝都带着少年独有的锋芒与帅气。早期采访更是毒舌五杀名，场面直白利落不敷衍，机场造型帽子反戴滑板不离手。那时候才懂他为什么喜欢被叫做酷盖，被人对着脸拍，他会直接认真指出听到我说话吗？白坦荡，不藏情绪，也不委屈自己。王一博从来都是这样，什么赛道都能闯一闯，什么热爱都能做到极致如今的他。出席活动端庄得体，举止有度，唯一没变的小习惯，大概还是喜欢轻轻咬着指甲。你说呢？咱就说穷人真别硬写爽文了，行不行？你说他在拼夕夕买9.9元的核桃，甚至花300块买二手鞋，一边是135万高定专程为他量身改衣，一边是30个代言在手各类服饰鞋履，品牌方挤破头把好物排队送到家门口。说实话，这种价格的核桃我都得犹豫一下。你说代言遍地资源拉满的王一博，普通人还穷，这逻辑果然写的是穷人爽文，简直离谱到没边。最先受到奇耻大辱的品牌莫过于安踏的委屈。始祖鸟本就是安踏旗下品牌，而王一博是安踏实打实的全球首席代言人。造谣他穿自家品牌还要买二手，安踏看了都得气的跳脚，造自家全球代言人这种谣，这是侮辱谁呢？王一博一众合作品牌看了谣言都得蒙圈，罗意威满脸问号，合着我家代言人要去买二手，始祖鸟香奈儿也得疑惑啥意思？你是说我家品牌大使没衣服穿了？UGG Lacoste、Jimmy Choo 更是集体避嫌，别找我们，我家根本没有300块的鞋，这种锅我们不背。这种谣言傻子看了都得打转。王一博的商业影响力有多能打？你不搜大数据都单独推你，别说穿二手户外装备了，就算他穿其他品牌的新衣服，那些代言的服饰品牌爸爸们都得集体面壁反思，这位财神爷怎么不翻我们家的牌子？毕竟他上身的任何单品从来都是秒空售罄，品牌方求着他穿都来不及，何来买二手没衣服穿的说法？造他琼瑶的人能不能先看看现实？他玩攀岩，腰上挂的1000岩塞单个就接近10000元，妥妥的腰缠万贯。他玩 GT3 赛车，一身专业装备的价格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。他手握多个品牌的最高抬头，坐拥无数全球首席代言人身份，说他穷到买二手鞋9.9元核桃，确实只有你自己信了。更可笑的是，造谣的套路多年不变，8年了黑料扒来扒去，造谣对象还是同一个人，没有合影，没有实锤，连造谣都舍不得换个新鲜的，可见王一博的黑料有多难扒干净的，让别有用心之人无计可施。这次的造谣者李小姐更是个大聪明，拿着王一博2019年就用过的旧手机号，自导自演了大半年，录屏上传时全程高能，连身份证都舍不得打码，仿佛生怕律师取证不够快不够顺利。结果就是律师事务所瞬间完成取证，叶华光速发律师函，直接定性这场造谣诽谤性内容。这大概是内娱辟谣取证最快最省心的一次了。其实说到底，这场谣言更像是一场闹剧，暴露的是造谣者的认知局限与恶意。让人唏嘘的是，央妈好不容易把王一博拉回内娱，力挺他的正能量与实力，可有些人偏要靠最低级最离谱的造谣，一点点消耗他的耐心，逼得他又想远离这片喧嚣，是不是太让人无语了？你们说呢？